最近斯里兰卡宣布破产，燃料还有粮食严重的短缺，而物价疯狂飙涨，抗议活动不断，总统还落跑海外，让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而有不少人认为这都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害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斯里兰卡破产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乱象丛生的斯里兰卡是一个跟台湾人口差不多、紧邻印度南方的海岛国家。那虽然他们历经过长达26年的内战，但在战后也一度靠着观光业、茶叶还有纺织业的收入，成为南亚经济成长名列前茅的国家。可是今年斯里兰卡却爆发了经济危机，积欠高达510亿美元的外债，外汇存底也耗尽没有钱进口粮食、石油、药品等等的民生必需品。许多人每天只能够吃一顿饭，多项的医疗服务被迫终止，而各地停电、交通停摆，大人上不了班，小孩上不了学，全国上下几乎陷入了瘫痪状态。而忍无可忍的民众也走上街头，尽管警方强力的镇压，大规模抗议还是从3月一直持续到现在。政府官员呢也陆续在抗议声中下台，而7月民众更是占领了总统官邸，让总统还有总理双双宣布辞职。几天之后，总统拉贾帕克萨就赶在正式下台之前搭机逃往海外，而随后总理宣布全国正式进入紧急状态，并在部分区域实施宵禁。而除了总统许多民众也想方设法呢要逃到国外，甚至传出有人在偷渡过程中过世。有很多人就说，斯里兰卡会变成如今这个局面，都是因为加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但也有人认为真正的罪魁祸首另有其人。所以到底是不是一带一路害斯里兰卡破产的呢？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刚毕业想要找工作吗？那你或许可以考虑加入美光科技。美光是全球前5大的半导体公司，现在正在热烈的征才当中。加入美光，除了有机会享有100万年薪跟员工购股福利之外，还能够接触到世界顶尖的技术团队，甚至是外派到其他的国家，让你在更大的舞台上面发光发热。而另外，美光也致力于打造多元、平等、包容的工作环境，有着很高比例的女性跟外籍员工。就算你是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也不必担心，美光还提供实习计划，让你迅速的接轨职场。所以有需要的观众，赶快点击资讯栏或者搜寻加入美光，了解更多的资讯吧。一带一路是中国打造海上与陆上丝路的计划，他们会借钱给沿途国家进行大型建设。官方说，这个计划可以让中国跟这些国家互惠互助，共同富裕。而在斯里兰卡长期执政的拉贾帕克萨家族呢，早在2009年内战结束前后，一带一路的说法都还没有出现时，就开始跟中国借钱了。当时的状况是，战后的斯里兰卡急需重建资金，但是政府军用危害人权的方式结束内战，遭到了国际社会谴责，所以既有意愿又有能力借钱给他们的几乎只剩下中国了。而在后来，就算其他的国家也愿意借钱了，但也因为中国的贷款规定相对宽松，没有要求反贪腐等等条款，所以还是继续跟中国借钱。而至于中国，也因为斯里兰卡的地理位置有着经济跟战略价值，所以会想要积极的拉拢，甚至习近平还曾经亲自到访斯里兰卡。那合作10几年下来，中国在斯里兰卡投资建设的计划就遍及了港口、机场、铁路、体育馆，甚至一整座的新城市。斯里兰卡政府说，这些建设有望让斯里兰卡取代新加坡成为印度洋的转运中心。而中国官方也说，这些建设会是斯里兰卡和平、发展与繁荣的象征。比如耗资超过10亿美元打造了汉班托塔港，就号称会成为世界第5大货运港口。不过，这些以一带一路为名的大举贷款建设，却一再的被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质疑是具有战略目的的债务陷阱。在国际关系上面，债务陷阱指的是一种以债务为基础的外交关系，做法是大量的借钱给比较贫穷的国家，等到他们还不出钱的时候，就能够强迫他们在经济或是政治上面做出让步。以斯里兰卡来说，他们有1/3的债务融资计划是跟中国借钱，而且条件都相对严苛，平均利息呢有 3.3%， 还款的这个期限呢是18年。而同样是斯里兰卡大金主日本给出的平均利息呢却只有 0.7%， 期限更长达了34年。同时这些中国贷款多半很不透明。前阵子斯里兰卡总理就透露，他们还有一笔1亿美元的中国贷款，但是呢，在这之前大众都不知道这笔贷款的存在。而且用这些贷款盖出的许多建设呢，也被批评是耗费巨资却没有实际用途的这个白项工程。像是刚刚提到的汉班托塔港就没有如预期般的获利。2012年呢，一共只有34艘船去停泊，而后来呢，付不出债务跟利息的斯里兰卡呢，只好把这个港口租给中国99年抵债。此外，
报道也指出，中国长期慷慨解囊行为让掌权的拉贾帕克萨判断失准。今年初呢，斯里兰卡出现危机时，就选择再向中国借钱，而不是找 IMF， 也就是联合国旗下旨在稳定全球金融秩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多人就说，这个决定让斯里兰卡错过了跟 IMF 协商纾困的黄金时机，也让他们的国际信用评级下降，导致后续借钱更加的困难。但后来中国却不再伸出援手，进一步的把斯里兰卡推向了破产。不过，包含斯里兰卡多数人民在内也有蛮多人觉得，虽然“一带一路”助长了经济危机，但其实拉贾帕克萨家族领导的政府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长期以来，斯里兰卡的贸易逆差都很严重，因为拉贾帕克萨的经济政策呢，一直偏向内需的市场，没有大力的推动出口，而同时像石油啊、医药品、糖、谷物等等许多的民生必需品却一直仰赖进口，导致进口的支出呢节节的升高。批评者认为在内战过后，政府应该要先扶持国内的产业，推动出口产值才对。但是拉贾帕克萨政府的重心反而是在各种的大型建设上面，到处借钱做工程，结果只是盖了一堆华而不实的蚊子馆，导致最后回不了本，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从2014年开始，斯里兰卡的 GDP 增长率就在逐步的下降，同时他们欠的债却一路水涨船高。但更令斯里兰卡民众气愤的是，近几年拉贾帕克萨政府不顾国内众多经济专家的反对，强行推出了各种提油救火的政策。就是2019年对大企业大幅的减税，让国库损失了14亿美元的税收，而去年呢又全面禁用化学肥料跟农药，导致重要出口品茶叶欠收，而供应内需的这个粮食作物产量也锐减，只好再花钱从国外进口。不过在疫情跟乌俄战争之下呢，政府的这笔救命资金也很快就见底了。在疫情之前，观光业是斯里兰卡重要的收入来源，占了 GDP 的 5.6%， 但是在疫情打击之下却暴跌到 0.8%， 预估每年损失高达了40亿美元的外汇。等到疫情冲击好不容易趋缓了，观光业也逐渐的复苏。今年2月底呢，又爆发了乌俄战争，而根据斯里兰卡官方的报告，他们今年初最大的观光客来源就是俄罗斯，占了所有观光客的 15.9%。但是在战争爆发之后，这个数字也立刻的下跌。而且乌俄战争呢，也让通货膨胀变得更加的严重，尤其像是粮食、石油等等，许多仰赖进口的民生物资也都是来自于乌克兰或是俄罗斯的。那斯里兰卡的这一波危机全面爆发的时间点，大约是在今年的3月，也就是在乌俄战争开打之后不久。所以许多人认为乌俄战争正是压垮斯里兰卡的那最后一根稻草。那当然，疫情跟乌俄战争冲击到的不只是斯里兰卡，所以许多的经济专家都警告，在全球通货膨胀之下呢，多数的低收入国家也深陷债务困境。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那斯里兰卡恐怕只会是第一张倒下的骨牌。有研究指出，现在有许多国家的状况跟斯里兰卡非常的像，都是早就已经负债累累，又受到疫情跟乌俄战争的冲击。所以预估今年呢，有超过20个国家会面临债务违约的危机，而其中最常被点名的是非洲国家尚比亚，还有西亚小国黎巴嫩。尚比亚呢，目前累积的外债高达了173亿美元，而他们最大的债权国是中国，光是各种大型建设的融资就超过了60亿美元。而且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后，尚比亚的这个经济危机又更加的恶化，能源严重短缺，主要收入之一的矿产也因此产量大减。而另外，黎巴嫩这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小国，从2019年开始就接连的遭遇首都的港口爆炸案、疫情还有乌俄战争冲击，现在已经是全球债务最高的国家之一，总共有900亿美元的外债。而在错误的政策之下呢，他们的货币更是贬值了超过 90%， 失业率也不断的飙升。那除了这2国之外阿根廷啊、阿富汗、巴基斯坦、埃及、辽国、缅甸、土耳其、辛巴威等等，也是外媒点名要注意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呢，面对的状况也几乎如出一辙：缺燃料、缺药品、缺电、缺粮食等等。而这些国家之所以陷入危机背景都不太一样。但除了阿富汗以外，其余的国家都有加入“一带一路”。而 IMF 总裁呢，最近也公开呼吁中国对这些国家实行减债，让很多人再度的质疑“一带一路”造成的问题。
在整个斯里兰卡经济危机当中，中国扮演的角色引起了国际社会上面非常多的讨论。那么从现在的这个资料来看呢，导致斯里兰卡破产的原因确实很多，而“一带一路”也确实是一大因素。而至于中国造成的影响有多大，我们认为还需要更多的资讯才能够判断，因为中国给斯里兰卡的贷款资讯并不透明，甚至可能还有不为人知的贷款存在也说不定。而更让我们在意的是，这个问题不只是发生在斯里兰卡身上。根据报道，中国目前是全球中低收入国家的最大债权国。那这些以“一带一路”为名的合作文件呢，里面通常都包含了保密条件，所以条款的内容多半没有公开。而甚至中国给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呢，有半数都没有通报世界银行或 IMF 知道。那考虑到欠中国钱的穷国那么多，“一带一路”又这么不透明，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检视一下中国在斯里兰卡的做法有什么样的问题，认真的借鉴斯里兰卡的经验，才可以适时的给其他国家参考。那话说回来，斯里兰卡目前也正在寻求 IMF 的援助，而其中的一大条件呢，就是要提交一份债务永续计划。另外，他们也预计在7月20号选出新的总统。那但愿之后在新总统的带领之下，斯里兰卡政府就会在这份计划当中把所有的债务都开诚布公。那如果真的是这样，也希望到时候这份计划能够成为厘清争议的第一步吧。最后就想问大家，你觉得在这一次斯里兰卡的破产危机当中，哪个因素最关键呢？ A. 跟中国合作的一带一路 B. 斯里兰卡政府长年以来的管理不善 C. 疫情跟乌俄战争的双重打击 D. 其他请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斯里兰卡是怎么破产的。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一带一路的介绍以及更多的国际新闻。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